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心经中观的目的是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而要照见五蕴皆空必须行深般若才行。那么如何行深般若呢？五蕴为什么又会皆空呢？今天我们就试着解读一下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五蕴是什么。简略来说五蕴就是指我们人的身心，也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呢是指身体以及外在的物质世界，而受、想、行、识则是指人的内心世界，也就是精神。蕴呢也叫阴，只不过唐朝以后新的翻译叫做蕴。阴呢指的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能因盖真相。蕴呢则表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各种元素集聚而有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深入的了解一下什么是色蕴。色蕴即是五根、五境和五表色。五根是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是人身上的五种功能，属于能见。而五境呢则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是五根所见到的或者五根所感受到的外在世界，这属于所见。而五表色呢则是存在在人们内心的外境印象，只可由自己内心感觉得到，而其他人呢则感觉不到，因为它只是物质的印象，同时只存在个人主观的心中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色蕴呢？其实色蕴就是四大，也就是地所代表的骨骼，水所代表的血液、分泌液，甚至是尿液，而火呢则代表热，风代表气体。我们的身体由这四大的汇合和创造而有的，所以四大的汇合而有色蕴，以及五根、五境和五表色。而受蕴就是指内心的感受、感觉。当五根接触了五境，或者说是六根接触了六境，我们的内心就升起了感受。而在这种感受之下我们才知道外境的存在。由于外境的不同所以给予我们内心的感受也就是不一样的。佛经中谈到有三受、五受、六受、18受，但是三受也就是苦受、乐受和舍受则是根本。而想蕴呢则就是内心对六根所接触、所感受到的外境，并且加以直取思维而产生的各种印象。这里面可能生爱，也可能起嗔，并且将事情加以复杂化，这就是想蕴的最大功能。而行蕴呢则是接着想蕴而产生的。当内心直取顺境时就会升起喜悦的情绪；当内心直取不顺境时就会升起不喜欢甚至厌恶的情绪。于是就有了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。而这种种的内心造作就叫做行蕴。而识蕴呢就是指内心的知觉，因此它有了解和分别的功能。当六根接触到六境时所以产生了六识。因为六识了解六境，所以它随即分别六境，而知其长短、扁圆、白红蓝绿，是好是坏。然后呢透过识蕴而知道色、受、想、行蕴的作用。那么为什么说五蕴皆空呢？因为这五蕴都是因缘和合而有，它们是无常，是不实的。
我们先来看一下色蕴。为什么会有色蕴呢？因为色蕴它是由四大，也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等元素组合而成。如果没有四大，骨骼、血液、分泌物、体温、空气，那么也就没有人的色身。我们再看受蕴，人的感受是由五根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接触到五境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才产生的。五根为因，五境为缘，它们产生感受的果。若是没有五根、五境等接触也就没有了受蕴。而想蕴则是产生于感受之后。当五根接触到五境，有了各种感受，内心才取境相而引发思想。若是没有受蕴，也就不会有想蕴了。而行蕴则是在思想之后所产生的内心造作，由这个境界思想而产生各种情绪上的变化，升起了喜怒哀乐等感情。若是没有想蕴也就不会有行蕴了。而识蕴的了解分别则是在于五根接触五境之后所产生的，称为五识，也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和身识，再加上意识，了别于内心法尘，总称六识。六识的存在源于色、受、想、行，若无前四蕴识蕴也就不存在了。从前面的剖析我们可以知道，五蕴的产生都是有因有缘，依因带缘的。因缘的成熟汇合而有五蕴的产生。既然五蕴有生，就代表五蕴本来是不存在的。虽然因缘的汇合有了五蕴，但是因缘是会分开的。因缘分开后五蕴也就跟着消失，不存在了。所以我们试问有人会长生不死吗？有人能快乐一辈子或者痛苦一辈子吗？有人能思想不停吗？有人能常在喜怒哀乐之中吗？有人会内心常在清醒中而不会昏睡吗？我想答案是否定的。这就表示我们人的身心五蕴是不实的。五蕴的存在只是现象而已，其实内在随时都在变化。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色蕴，会有新陈代谢，而受蕴也就是感受，会时而苦，时而乐。而我们的想蕴也就是思想，虽说能延绵不绝，但总有停止的时候。而行蕴也就是我们的情绪感情，即使再丰富，我们也有低落不振的时候。而我们的识蕴，也就是说再明白清醒的内心，它也有糊涂的时候。所以大般若经形容五蕴是色如巨墨，也就是此身如水墨，虽有表面存在，但体内空空，不久就消灭。而受如水泡，就像洗衣粉和水搅一搅后就产生了水泡，但不久就会灭掉。而人的苦受、乐受也是如此。而想如阳焰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日光所照，出现了一些彩霞等美丽的景色，但不久即会消失。人们的思想也是如此。形如芭蕉，就是说芭蕉是空心的，表示不实。而人的喜怒哀乐也是如此。时如幻视，时就犹如魔术师所变化出来的东西，并非真有其事。而人的意识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因此五蕴是不实在的，它的存在只是表象、现象、假象，
它们是没有实体的，所以说五蕴皆空。彻底来说啊，五蕴未生前不存在，当然是空的，是无的。生后呢会消灭，灭后不存在，是空的，是无的。就是生后未灭前，它的存在也是毫无实体，随时在变化，这不就是空吗？所以无自性故，随缘展现，也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游步。